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看完想哭，谭松韵惊变大骂，2025最丑造型曝光。看完想哭，谭松韵惊变大骂，2025最丑造型曝光背后的行业真相。在璀璨的星光下，原本被寄予厚望的电视剧《你比星光美丽》，因为女主角谭松韵的造型问题，引发了一场意料之外的舆论风暴。观众们本以为能看到一次大胆的突破与审美的新尝试，结果却仿佛进入了一部时光倒流的怀旧剧。谭松韵的服装造型被大量网友戏称为奶奶的衣柜，那些宽松的廓形、过时的色彩搭配以及完全没有修饰身材的剪裁，不仅没有凸显出她一贯的少女感，反而让人产生错觉，这是某个中年大妈误入青春偶像剧现场。观众的期待和现实的落差，直接将该剧送上了热搜，也让最丑造型成为2025年初娱乐圈的一大槽点。造型风波，从少女感到大妈感的反差。谭松韵一直以来的荧幕形象被称作冻龄少女，即便已经30多岁，她依旧保持着圆润的脸庞与灵动的气质，在观众心目中，她是减龄女神的代名词。无论是《最好的我们》里的余淮心上人耿耿，还是《锦衣之下》里的袁今夏，谭松韵都凭借着甜美和灵动，收获了大批粉丝。然而，你比星光美丽却彻底打破了这种固有印象。她在剧中的造型充满了浓烈的过时感，色彩沉闷的碎花衬衫搭配臃肿的针织外套，长及小腿的 A 字裙完全遮掩了身材优势。过度厚重的妆容让她失去了清新感。观众们一边看剧，一边在弹幕中调侃：这是穿越回90年代了吗？这套衣服像是从妈妈的旧衣柜里翻出来的。编剧设定她是女强人，结果造型把她变成了大妈。双引号，造型不仅影响观感，更直接影响观众对角色的代入感。本应是干练、时尚的都市女性，却被造型师硬生生打造成了不合时宜的怀旧风，这无疑削弱了角色本该具备的气场。观众舆论从期待到失望的心理落差。电视剧的开播原本应该是一场视听盛宴，但社交平台上的舆论却几乎被谭松韵的造型霸榜。微博热搜上，谭松韵造型大妈化最丑女主造型迅速登顶，话题阅读量突破数亿。不少粉丝甚至表示，我追的是偶像剧，不是年代剧。谭松韵明明可以更美，为什么非要丑化她？还有网友怀疑，这是剧组刻意制造话题，用丑来吸引眼球。然而，如果这是一次营销手段，那无疑是自毁长城。因为观众的情绪并不是好奇，而是彻底的失望。丑化女主的造型不仅没有引发正向话题，反而让剧组陷入了更大的尴尬。幕后隐忧，造型争议折射出的行业问题。在这场造型风波背后，折射出的其实是整个电视剧行业更深层的矛盾。一、番位之争与不公平。除了造型争议，另一大焦点落在了徐凯身上。作为剧中的男主角，他的番位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。据网友爆料，剧组在宣传与物料分配上明显偏向女主一方，徐凯的资源被压制。徐凯粉丝认为，他的演技和人气都是有目共睹的，他主演的多部作品收视口碑双丰收，不该在这种幕后博弈中吃亏。业内人士也指出，所谓谭家的运作手法早已不是第一次引发争议。这种番位的不公，直接导致观众对剧组的信任感下降。一个健康的影视环境本该尊重每一位演员的努力，而不是陷入资源分配的暗战。二、审美与预算的博弈。很多人质疑这次造型的失败
是不是因为剧组在服装预算上过于吝啬？在大部分都市剧里，造型往往是观众追剧的重要动力之一，特别是年轻观众更注重时尚感。但从实际效果来看，剧组似乎在省钱与创新之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。与其说是大胆创新，不如说是审美失误。即便预算有限，也完全可以通过简约而不失质感的设计来展现角色气场，而不是用廉价的复古风来搪塞。网友的反应与粉丝的愤怒，徐凯的粉丝情绪尤其激烈，他们认为偶像明明实力在线，却因为不公正的幕后操作被卷入无关的争议之中。他们在社交平台上组织打榜、控评，甚至号召抵制剧组宣传，以此表达不满。与此同时，谭松韵的粉丝也分成了两派，一派认为演员只是完成角色需要，造型的责任不该由他承担；另一派则心疼偶像被丑化，担心这会影响他的口碑与商业价值。舆论的撕裂进一步加剧了剧组的被动局面。行业深思，公平、透明与尊重。这场风波不仅仅是关于衣服丑不丑的问题，而是揭示了整个行业的症结。一、番位之争过度消耗演员与观众的信任。二、审美与制作的滞后，无法满足观众不断提升的需求。三、资源分配不均，导致演员与剧组矛盾不断。如果这些问题不被正视，那么类似的争议还会不断上演。观众的耐心是有限的，他们希望看到的是高质量的内容和公平的竞争，而不是一次次被造型丑化、番位之争所消耗。谭松韵的挑战与机会。对于谭松韵而言，这次的造型争议既是挑战，也是一次机会。挑战在于观众对他的期待被严重落空，他必须通过演技和角色塑造重新赢回口碑。机会则在于这次争议让他成为话题中心，某种程度上提升了热度。作为一名成熟演员，谭松韵需要不断突破，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少女感角色中。或许未来他能够通过更多元的角色与造型，展现真正的演技厚度。未来展望，观众的力量与行业的明天。电视剧行业的发展离不开观众的反馈，观众的审美在不断进步，他们的意见和批评都是推动行业进步的动力。对于造型师，必须与时俱进，不能停留在过时的设计。对于剧组，应该在尊重演员的同时，给予观众真正的视觉享受。对于演员，要勇于接受不同的挑战，但也应争取更合理的权益。或许这次最丑造型事件会成为一次行业警钟，它提醒我们在追求话题与热度的同时，更不能忽视观众的感受与演员的尊严。结语：从冻龄少女到被调侃为大妈，谭松韵在《你比星光美丽》中的造型争议，既是一场娱乐圈的笑谈，也是一次值得深思的行业现象。它揭示了影视行业背后的暗潮汹涌、番位之争、审美滞后、资源不公。与此同时，它也让我们看到了观众的力量和声音在行业中的重要性。希望未来我们能看到更多真正用心的作品，而不是靠丑化和争议来博眼球。希望演员们能得到公平对待，也希望观众能被尊重。在星光熠熠的影视世界里，唯有真正的作品与实力，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